陆离，朕要杀了你！竟敢说朕挥霍父皇留下的基业，朕乃实权皇帝，千古第一权人。爱新觉罗，这不是东北建州女真的姓氏吗？难道说，咱的大明亡于女真之手？开门，赶紧开门，别躲在里面装死！又来了，麻烦您再宽限几天。宽限？天天窝在屋里拍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能挣到钱？真的，我最近剪辑的视频马上就能结算收益了。等钱到账，我第一时间把房租补齐，1分都不会少。少给我画大饼！我见多了你这种空想的年轻人。3天之内必须把拖欠的房租全部结清。要是3天后钱不到位，我直接换锁，把你所有东西全部扔出去，强制搬走，别跟我讨价还价。唉，这次的皇帝盘点视频要是再不火，我真得去工地搬砖了。恭喜您被幸运的选中了，视频创作者陆离，恭喜您成为蓝星唯一一个平行世界视频创作者。本网站名为苍穹之上，是唯一一个贯通诸多历史平行世界的视频网站。您创作的视频可以发布于此。平行世界视频网站，视频的受众是哪些世界？苍穹之上网站面对的是各个历史平行世界。如果您创作的视频受欢迎，将会得到数之不尽的打赏。这些打赏都可以在现实中变现。可以变现？我接受你的邀请。是否将视频中的历史人物替换为平行世界中帝王原本的面貌？是。既然是面向各个朝代，那我这个10大帝王盘点肯定能爆火。苍苍金陵月，高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历史10大帝王盘点。注：本视频只论功绩，不谈人品，排名不分先后。历史10大帝王，朕扫平6国，一统江山，开创帝制。若论帝王，朕当为第1人。这第10名是何人？排名只论功绩，不论人品，倒是有趣。不过这第10名想来与朕无关，朕的功绩当在前3之列。陛下，若您能榜上有名，定能让大明威名远播，震慑北元余孽。皇后说的是，咱倒要看看这后世之人如何评价咱。在位13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生色之虑。他是孤独清傲的一代明君，承前启后，为儿子乾隆留下大好的基业来挥霍。第10名。第10名，大清王朝，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这是怎么回事？断了！外域之族的帝王，后世江山竟被此族窃取，岂有此理！咱的后世子孙也太过不争气了。小苍，我的视频为什么播了1/10就停了？尊敬的宿主，您的视频目前是苍穹之上最爆火的视频。为了利益最大化，平台已为您的视频制定了专门的播放策略。只有良好的利益回馈，才会给您更多的创作动力。这是平台的运营手段啊，跟超前点播一个道理。我懂了，这是要吊足他们的胃口。这招玩得溜啊！那这样，我趁这个功夫，再为每个上榜的帝王制作一个小番外，作为大餐之后的调剂，维持热度。宿主已为您争取足够的时间，请您安心制作。哦，是要播放第9位了吗？哼，视频制作陆离，你如果懂事，就该知道把朕排在什么位置。第9名，朕倒要看看，能排在这外族皇帝之前的是何等人物。关于朕的番外视频，咱倒要看看，这亡我大明江山的女真皇帝究竟有何过人之处？雍正年少时，母亲不是皇后，备受冷落，加之相貌平平，诗书不通，六艺不精，这种种的一切造就了伴随他一生的自卑心理。但他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耐性，韬光养晦10多年，终于在一系列残酷的争斗中取得康熙的信任，登上权力之巅。登基之后，他励精图治，乃是整个满清王朝仅有的中心之主。他一登上皇位就清理朝政，一心扫除康熙晚年留下的颓风，振兴吏治。他惩治贪腐，力度强盛，手段狠辣。要是没有雍正这位中继之主，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个笑话。康熙在位61年，养了一大班伟大不掉的老臣，若无雍正狠杀整治，康熙晚节必然不保。雍正帝在位13年，每天处理朝政的时间超过6个时辰，平均每晚只睡2-3个时辰，生活简朴，
与其子乾隆的好大喜功、沉浸美玉不可自拔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好你个陆离！历史10大帝王第10位，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得苍穹之上认可，故赐下神秘奖励一份。什么？上榜竟然还有奖励？陛下，这奖励定然非同凡响，您一定要上榜才行。一个外族皇帝竟也能获得天赐奖励，这是何等荒谬！朕在此立誓，朕在当守土开疆，一灭戎狄外域。朕要扫平四夷，为华夏奠定万世之基业，让戎狄外域闻炎黄之名而丧胆。外域之族的皇帝也能获得奖励，可笑！传朕命令，有汉一朝，当倾尽国力，驱逐外族，屠灭匈奴。犯我强悍天威者，虽远必诛。待朕的骠骑将军休整完毕，必将横扫外域，让我大汉天威震慑寰宇。到底是哪个朝代如此软弱，让中原蒙羞？既然朕鞭长莫及，改变不了后事，那朕便将这股怒火尽数发泄到高句丽身上。与其在此无能狂怒，不如打下高句丽，一展我大隋雄风。彪儿，你看到了吗？咱朱家的江山很可能就亡在这女真手上。咱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大明变得更强。父皇说的对，我大明的旗帜不仅要插遍中原，更要插遍世界各地。女真，哼，一群跳梁小丑，朕必灭之。女真、后金，他们竟能占据中原。朕如今内有流寇，外有强敌，天灾人祸齐至，连军费都凑不齐，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请诸位拭目以待。小仓，这奖励是怎么回事？是你搞出来的？尊敬的陆先生，因您的视频反响空前，平台总控制中心穹隆决定通过您的视频给予上榜者奖励，以增加视频的吸引力。同时，穹隆也为您打开了专属的特级打赏通道，观看者的打赏将100%存数交到您手中，平台不抽取任何提成。打赏？他们打赏的不会是金银元宝吧？在我这儿可不流通。请放心，对于金银等，若是珍宝，也会为您处理好所有后续问题。这样最好。赐予雍正王朝整个疆域内为期3个月的风调雨顺。在这3个月内，天灾尽消，干旱之地将有甘云降落，洪涝地区将有烈阳升空，务必好好利用这3个月的时间。风调雨顺，3个月，这天佑我大清，朕代天下万民感谢苍穹平台恩赐，感谢陆离先生抬爱。老天开眼了，感谢陛下，感谢陆先生。今年终于能有收成了，我们有救了。3个月的风调雨韵，若朕的大明能得此奖励，朕又何至于向朝臣们开口借钱，受尽屈辱？朕又何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如果能用朕的生命换来大明哪怕1个月的风调雨顺，朕何惜一死啊！愿以生命换取风调雨顺。10大帝王第9名的视频将在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播放，届时请诸位莅临观看。明日嘛，也好。赵高，明日视频播放时提醒朕。谨遵陛下令。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陛下荣焉历史10大帝王，获此神迹，实乃我大清万民之福。朕有自知之明，比不得秦皇汉武。你能看到视频，便该知道，恃宠而骄没有好下场。回去吧，朕要静一静。遵旨。陆先生于朕，与我大庆万民，
有再造之恩。无论如何，朕都要聊表谢意。寻常金银太过俗气，配不上陆先生的功绩。用这个紫金琉璃瓶，不行，还是太俗。夜明珠，此物整个大清也仅此一颗，论及稀有珍贵，再无他物可比。也只有这样的稀世珍宝，才能向陆离先生表达朕的敬意。朕要将此物打赏于视频制作者陆离先生。您确定要用此物打赏吗？确定。尊敬的陆先生，打赏的宝物您已经可以提取。哦，打赏到账了，这么快，提取。这不会是慈禧老妖婆嘴里含着的那颗吧？据说这玩意儿，在1908年估价就高达1080万两白银，换算到现在，差不多是8.1亿。发了，这下真的发了。小仓，这东西你们那边能负责处理吗？我的意思是，让它以正常途径回归国家博物馆，但我能拿到等值的金钱。正常是不可以的，但陆先生身份尊贵，穹隆可以为您安排妥当，为您处理好所有的细枝末节。那就好，赶紧处理。我可不想晚上睡觉屋里白晃晃的，瘆得慌。终于可以换个好地方住了。终于摆脱了那些束缚，这座城市将是我新的起点。因您收到了来自平行时空的首次巨额打赏，作为奖励，系统将为您开启一项新的能力。小仓，你刚才说的新能力是什么？检测到上榜者雍正皇帝因您的视频获得巨大手指，并对您进行了打赏，作为联动奖励，系统将赋予雍正皇帝一项新能力，在制作视频时可俯瞰并拍摄至王朝疆域内的任何景象。不是给我，是给雍正的。也好，让他自己去当战地记者，拍出来的东西才更有说服力。这能大大增加我视频素材的真实性和冲击力。鉴于你对视频制作者的感谢，特赐予你在拍摄分享视频时可俯瞰整个大清疆域的能力。此能力仅限于制作视频，一旦发现另作他用，将罚没所有奖励，并撤出你所在的世界。朕可以在制作视频的时候看到整个大清的全貌，这简直匪夷所思。朕一定要让诸朝万界都看看，这风调雨顺是何等的神迹！这不仅是为了彰显天恩，更是为了让后世的帝王们知道，民生才是国之根本。哦，奖励分享视频，哼，有意思，让朕瞧瞧这风调雨顺究竟是何等效果。他竟能制作视频，看来这苍穹之上的玄妙远超朕之想象。彪儿，停下！咱俩都来看看，这女真皇帝得了天大的好处是如何炫耀的。此处乃我大清境内连续干旱了近1年的河间府，大家请看，在朕得到了风调雨顺奖励之后，
再也没有比久旱逢甘霖更值得庆贺的事情了。而此处是连续下了数月暴雨的湖广地区，庄稼尽毁，百姓流离失所。但是前面的尚在情理之中，下面请诸位看看京城的变化。京城几乎每隔几年便会爆发一次沙尘天气，人与人相隔一步便看不清面容。但在风调雨顺降临之后，朕能明显感觉到，京城的天空变得如草原般澄澈如洗。不止如此，各位请看大清北方边境。这是？没错，各位所看到的，就是正在我大清境内真实发生的一切。这是神迹，只有仙神才能拥有的伟力。朕在此再次拜谢苍穹之上平台，拜谢陆离先生恩赐。凭空造林，凝固山石，此等神力，若为我大秦所有，攻伐百越，北击匈奴，皆如探囊取物，天下将真正归于一统。好，好一个风调雨顺！若我大汉有此神力相助，何愁匈奴不灭，何愁西域不通？这榜单，朕势在必得。贞观之治，若得此天助，必能开创超越千古的盛世。突厥吐蕃皆不足为惧，第9名必定是朕。乖乖，这要是给咱来一下，那还愁什么北元余孽？咱大明的国力怕不是能翻上几番。第9名，谁也别想跟咱抢。看来让雍正自己拍视频这步棋走对了，效果拔群啊！这热度简直要冲破天际了。小仓，这热度可不能浪费，趁着所有人都打了鸡血，立刻宣布更新第9名。好的，陆先生，第9名1个时辰后播放。好，1个时辰，朕就在这章台宫等着。来人，备好酒宴。朕要一边庆贺，一边看朕登上榜单。传令下去，今日朝会暂停。所有大臣随朕一同观看。1个时辰，好，咱等着。狸猫换太子，这是何意？公为密文。陛下，臣遍览史书，从未听过此等典故，或许是后世之事，听起来像是一桩宫廷阴谋。狸猫换走太子，这皇帝的出身恐怕大有。狸猫换太子，这是哪个朝代的混话？咱怎么没听说过？难道说这皇帝不是正统出身？狸猫换太子，这不是民间流传的关于仁宗皇帝身世的野史吗？难道这第9名是我大宋的皇帝？在位42年，天下太平，能得此评价，确为明君。只是无子，可惜了。是个好皇帝，但不是个好祖宗。皇帝无后，乃是江山动荡之源。
果然是仁宗皇帝。他的出身堪称千古奇闻，他的仁慈被后世传颂千年，他缔造了一个文人的天堂，也开启了武将的噩梦。他的一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就是快说，是谁？到底是谁？别卖关子了！腰间宝剑七星纹，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秦朝虏，使之九州将军颓。历史10大帝王第9名，是一位以仁著称的君主。他的时代是文人的天堂，也是武将的悲哀。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9名，北宋王朝，赵祯，宋仁宗皇帝。上榜理由：一代明君，首位庙号为仁宗的皇帝，任期内经济文化与科技高度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北宋仁宗赵祯，朕从未听过。不过，能以仁为庙号，想必有过人之处。宋朝，观音壁，看来这是在我大唐之后的朝代了。只是仁宗为君者，光有仁恐怕不够啊。咱听说过宋朝，富的流油，就是骨头有点软。这仁宗皇帝，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仁宗皇帝当得起千古元君之称，但在他光辉的人质之下，却隐藏着一段无比凄惨的历史。这便是流传后世的狸猫换太子。仁宗赵祯13岁登基，但直至23岁才真正掌权。这10年间，代理朝政的是抚养他长大的刘娥刘太后。然而，这位他孝顺了20年的母后，实际上是他的杀母仇人。仁宗的生母正是这位李氏，当年宋真宗偶然宠幸了她。身无所出的刘娥便心生歹念，将李氏所生的儿子夺为己有，对外谎称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母亲。此后，李氏被幽禁多年，直至刘太后病逝前1年才被放出。然而，她仅仅被册封为陈妃1天，就蹊跷离世，年仅46岁。母子2人近在咫尺，却终生未能相认。本宫就要死了，你以为你就能熬出头了吗？还想着母子相认，本宫绝不容许。你死了，刘家才能安稳。还想着母子相认。20年的孝顺，换来的竟是杀母之仇；20年的母子，竟是仇人与傀儡。刘娥，朕要你血债血偿，朕要你刘氏一族满门陪葬。视频仍在播放，这意味着刘娥那个毒妇也看到了这一切。此刻，大宋的军政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他手中，朕绝不能操之过急。立刻传朕的亲卫都指挥使范仲，让他秘密前来见朕，快！臣范仲参见官家。视频中所见的冷宫，你立刻带上朕的亲卫，不惜一切代价，将李氏，将朕的生母救出来。记住，要快，要隐秘。朕怕刘娥那个毒妇会先一步动手。臣领旨，定不负官家所托。该死的陆离，该死的苍穹之上，竟敢坏本宫的大事！快派人去，在本宫咽气之前，在赵祯的人找到那个女人之前，给本宫结果了她。诺，绝不能让她活着与赵祯相认。诺，太后放心，老奴这就去办。妇人干政，秽乱宫闱，自古便是取乱之道。这刘娥比朕的母亲更为恶毒。赵祯此刻的心情
朕能体会。朕倒要看看，这位仁宗皇帝要如何为母报仇，夺回军权。若他连这点血性都无，那便不配上这帝王榜。皇家之内，亲情淡薄。赵祯虽名为天子，却活得如此憋屈，这刘太后当真是该杀。陛下，赵祯以仁孝闻名，如今得知真相，想必内心正在天人交战。希望他能挺过去，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咱最恨这种不忠不孝、残害亲族之辈。这刘娥，比那蒙元的鞑子还要狠毒。赵祯这玩意儿也是可怜，咱要是他，现在就带兵冲进去，把那老妖婆千刀万剐，老子要杀了他！重八，你莫要动气，且看着吧。这孩子既然能上榜，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在谈论赵祯的复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为何这位身世悲惨的皇帝能被誉为千古人君，他的治下究竟是何等的盛世？诸位或许会好奇，一个被太后压制10余年、身世如此悲惨的皇帝，如何能位列第9？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的仁开创了华夏历史上一个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仁宗盛治。在仁宗时期，由于商业极度发达，金属货币已经无法满足流通需求，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意味着宋朝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时代。宋仁宗在位期间，国库的年收入动辄数千万贯，巅峰时期甚至超过了1亿贯。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在唐太宗的贞观盛世，国库每年进账能有1000万贯，太宗皇帝做梦都要笑醒了。1亿贯，这怎么可能？朕的贞观之治，国库岁入不过1000万，他一个后世晚辈竟能做到10倍于朕。这大宋当真是富庶。1亿贯，乖乖，这得能买多少粮食，能养活多少军队？这赵祯是挖到金山了吗？咱要是这么有钱，北边那些蒙元余孽，咱早就把他们撵到天边去了。富庶至此，远超我大秦。看来这位仁宗皇帝在发展经济上确有惊天伟地之才。如此庞大的财力，若能转化为军力，横扫天下，易如反掌。朕倒要看看他的大宋军队是何等模样。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空前昌盛，仁宗一朝群星璀璨，名人辈出，堪称华夏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常说的唐宋8大家，唐朝占2位，而剩下的6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部出自仁宗一朝。可以说，仁宗皇帝或许什么都不会，但他最会的一件事就是做皇帝。他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宽容的土壤，让无数天才得以尽情绽放光芒。能让百姓如此爱戴，甚至能让敌国君主为之哀悼，遍观华夏几千年，唯此一人。单论仁与德，仁宗赵祯当为帝王之最。但是，这样一个富甲天下的王朝，为何却被后人冠以大怂之名？他最致命的弱点究竟是什么？而华夏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又为何会发生在这个朝代？一个国家不能只有财富和文化，更需要挺直的脊梁。而宋朝恰恰从立国之初就亲手打断了自己的脊梁骨，这便是重文轻武。自宋太祖起，为防止武将专权，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了基本国策。武将被文官集团死死压制，终其一朝，积贫积弱的帽子再也摘不下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龙国历史上最奇葩的一幕。这个富甲天下的王朝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更荒唐的是，打输了要割地赔款，打赢了竟然也要赔款求和。荒唐！坐拥亿万财富，却不知强军备战，反而对外卑躬屈膝，这是何等的愚蠢！朕若有如此财力，匈奴、百越早已尽归秦土。朕算是明白，为何赵祯空有仁德，却只能排在第9了。这等对外软弱的国策，简直是自取其辱。朕的渭水之盟
已是毕生耻辱。4年后，朕便擒了竭力可汗，一雪前耻。他大宋倒好，竟以此为常态了。重文轻武，与士大夫共天下，难道是咱错了吗？咱戎马一生，打下这片江山，靠的正是手下这帮能征善战的臣子。可为了王权稳固，咱却要亲手折断他们的翅膀，咱真的做错了吗？重文轻武的国策，最终酝酿出了华夏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的一幕——靖康之耻。堂堂天朝上国的2位皇帝被敌国像狗一样掳走，皇后公主任人凌辱，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这份耻辱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盘点至此，或许诸位心中对这位仁宗皇帝的人有了新的看法。接下来，请看仁宗番外篇，让我们看看他的人究竟到了何种地步。敲打一下也好，省得你老赵家一代比一代软。不过仁宗本人还是值得敬佩的。好了，上传完毕。宋仁宗赵祯番完小视频。我们再来看仁宗皇帝本人，他的人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律与克己。御膳房不必了，昨夜朕饿得厉害，腹中燥热，实在想吃一碗烤羊肉。官家贵为天子，想吃为何不说？只要您一声令下，御膳房立马就能为您备好。唉，朕若一开口，御厨便会夜夜宰羊，以备不时之需。1年下来，要枉杀数百只羊，这不是仁德之举。陛下，朕岂能为了一碗口腹之欲而开此恶例，造成滥杀与浪费？所以，再饿也只能忍着。陛下英明。官家在外面渴得那般厉害，为何不叫人取水呢？朕回头张望了数次，都没看到掌管茶水的势力。若朕开口索要，他必然会因失职而受重罚。为朕一人之渴，而让一人受罚，朕于心不忍，只能忍渴而归。小厨娘，千万不要声张朕吃到沙子，此事若传出去，负责饮食的人可是死罪。深夜忍饿，人可不问，食中有沙而不言，这便是宋仁宗的仁。他将克己复礼做到了极致，他是真正的好人，也是真正的好皇帝。生活在仁宗圣治的百姓，无疑是幸福的。千古仁君宋仁宗赵祯，荣膺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9位，其仁德感天动地，然其朝多积弊，国风偏软，特此赐下奖励，此物名为大宋国魂，旨在唤醒宋人风骨，重塑民族脊梁。此物乃穹隆采天地之正气，聚华夏之战魂，专为大宋所制。陛下，此乃大宋之魂，此魂入体，可令大宋上下重拾骨气，再无软骨之辈。大宋有救了，朕的大宋有救了！朕拜谢苍穹之上，拜谢陆离先生。议和，赔款，退缩，我便第一个与他死磕到底。我大宋绝不称臣，死不纳贡。宋在，我在；宋灭，我亡。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朕要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般雄才大略的皇帝。朕要灭西夏，平契丹，让这日月所照之地尽为宋土。龙魂苏醒，有趣，有趣。看来这往后的历史要变得更有意思了。好，好一个大宋国魂！咱就说嘛，有钱有粮，就该这么硬气。
来人，随朕去齐真殿。清明上河图，此画描绘我大宋盛世繁华，寓意着朕对万民安康的期盼。唯有此国宝，能代表朕的一片赤诚。朕，赵祯，愿将此国宝《清明上河图》敬献于陆离先生，以谢再造之恩。尊敬的陆离先生，宋然宗赵祯的打赏已收到。好家伙，张择道的真迹，这可是无价之宝啊！这画留在我手里也是浪费。琼龙，还是老规矩，帮我处理一下。这幅画的价值，给我变现50亿现金，就够花了。多出来的价值，我希望你能用来帮助龙国推动科技发展，用来研发3纳米的光刻机吧。已收到您的指令，琼伦将启发龙国顶尖科学家，确保在1年内完成此项技术突破。50亿资金即将到账。第9名都这么给力，该轮到第8位了。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8名。智儿，看看你以后会排在第几？老四，不知道你爹，咱能排第几？父皇雄才大略，定然位列前3。历史10大帝王盘点，8名，大唐帝国第3位皇帝唐高宗李治。说起太宗皇帝，就不得不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位将皇帝这个词的定义彻底颠覆的女人，她便是华夏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武则天。是的，你们没有听错，一位女子登上了只属于男人的至尊之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君临天下。她的名字武则天。女皇帝，这怎么可能？自3皇5帝以来，何曾有过女子称帝之事？一介女流，竟能篡夺李唐江山！李斯，你告诉朕，这视频所言是真是假？陛下，苍穹之上从未出过错，恐怕是真的。乖乖，女人当皇帝，这武则天比吕雉还要狠啊！不行，咱得防着点儿，可不能让大汉也出个女皇帝。胡闹，简直是胡闹！阴阳颠倒，拼机私臣，成何体统？李家的后人都是干什么吃的？竟能让一个女人骑在脖子上？我大明绝不容许出此等荒唐之事！武后圣神皇帝武则天，原来这才是我的命运。李治，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让我成为那个武则天。观音壁，你看到了吗？第8名是智儿，是大唐第3位皇帝。为何会是智儿？朕的太子承乾呢？即便承乾不行，也该是泰儿。智儿他性子仁弱，如何能担此大任？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来了。我最怕的就是儿子们为了皇位宠倒我的覆辙。现在视频直接宣判了太子承乾的出局，难道是智儿她效仿了朕？陛下，心乱了。智儿尚小，未来之事变数良多，切莫因此影响了判断。或许是承乾他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媚娘，朕知道了。武周圣神皇帝武则天，这便是你的天命，也是朕的天命。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礼为义君。不信彼来长下泪，开箱验取16群。媚娘，等着朕，
无论舅父他们如何反对，无论前路有多么艰难，朕都一定要将你接回宫中。朕要让你成为朕的皇后，让你成为那光耀千古的武则天。夫人啊，你看这武则天当了皇帝，国号都改成周了，这李家的江山可就算是断送了啊。那又如何？他凭自己的本事登上帝位，便是他的能耐。倒是陛下你，可要看好自己的江山，莫要让那些异姓王给夺了去。或许在很多人眼中，高宗李治只是一个懦弱无能、活在父亲和妻子光环下的皇帝，但今天，我便要为他平反，让尔等看看，这位被历史尘封究竟有着何等彪炳的功绩。唐高宗李治，一位最被后世忽视，也最被后世抹黑的圣明之君。他所开创的永徽之治，其强盛程度丝毫不弱于其父的贞观之治，甚至犹有过之。高宗在位期间，向北擒杀车鼻可汗，彻底平定漠北；向东联合新罗，灭亡百济与高句丽；向西击破赫鲁，灭亡西突厥。大唐的国境线在他的手中扩张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好小子，打得好，居然比朕打下的疆域还大，不愧是朕的儿子。对外开疆拓土，对内高宗李治更是完成了一件连他父亲李世民都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伟业，这便是关陇贵族集团，一个从西魏时便已形成，盘踞华夏朝堂数百年，权势滔天，甚至能左右皇位更迭的庞然大物。面对这样一个连太宗皇帝都感到棘手的利益集团，年轻的唐高宗李治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段。他以立武则天为后为契机，联合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派，与关陇集团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政治博弈。最终，他成功地将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彻底瓦解，将权力牢牢地收归皇权，将盘踞华夏数百年的门阀士族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科举上来的寒门士子真正有了出头之日。单此一项功绩，唐高宗李治便足以名垂青史。不错，为君者当集权于一身。这李治有霸气，有谋略，能位列第8，实至名归，能把那些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连根拔起。呵呵，这玩意儿是个狠角色，比他爹强。上榜理由：一位被父亲和妻子光环掩盖下的伟大皇帝。永徽之治，国力鼎盛，开疆拓土，版图第一，瓦解门阀，集权中央。若非身有顽疾，其功绩绝不亚于太宗。如此雄才大略之君，却常年为病痛所扰，苍穹之上又将赐予他何等奖励？李治的功绩是没得说，但要论话题度嘛，还是得来点猛料才行。奖励先不急，让他们再多等等。唐高宗李治番外小视频。从贞观19年东征高丽归来后，太宗皇帝李世民就病患不断，在此期间，太子李治对他的照料可谓无微不至。这小子还真是孝顺。陛下，智而仁孝，臣妾心甚慰。有子如此，夫复何求？久病床前无孝子，但这句话在李治身上并不适用。然而，再孝顺的儿子，内心也有压抑和烦闷。这股压抑就像越积越高的干柴，只需要一丝火星，便会燃起冲天大火。一个是被皇权压抑多年的太子，一个是久处深宫，胸有沟壑的才人。他渴望挣脱束缚，践行心中抱负。他不甘埋没，期盼以才智立身。深宫寂寂，命运相逢，一段影响大唐走向的相遇就此展开。媚娘，他的见识与气度远胜深宫众人，与他相对，朕心中安定，亦有勇气。殿下仁厚而有大志，是这深宫之中唯一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这场在太宗病榻之侧萌发的相知，是困境中的彼此慰藉，是乱世里的相互支撑。太子从他身上所得的是知己相惜的力量，更是共担天下的决心。能让太子甘愿倾心相待，武媚娘的胆识与智慧早已超越深宫中的所有女子。太宗病重，朝堂暗流涌动，两人的命运早已紧紧绑在一起。他们在风雨飘摇中彼此信任，在无人理解的孤独里相互扶持。这不是私情，而是储君与知己的命运与共。
也正是这份始于危难的相知，让他们日后携手稳住大唐江山，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盛世序幕。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感业寺出家。正是在感业寺，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重逢。陛下，臣妾不解的是，为何视频中没有臣妾的身影？难道是臣妾先陛下而去了吗？观音壁。番外视频播放完毕，十大帝王盘点第8位。唐高宗李治功绩彪炳，得苍穹之上认可，特此赐下神秘奖励一份。十大帝王盘点第8名，唐高宗李治得穹隆认可，降下奖励。其一，大唐全境风调雨顺1年；其二，可治愈其身顽疾，保一生无病无灾的乾元丹1枚。乾元丹，能让人一生无病无灾的灵丹。若朕能得此丹，何愁大秦不兴？1年的风调雨顺，这李治的运气也太好了。有了这个，朕的大汉何愁不能支撑灭凶之战？风调雨顺1年，还有能治好朕顽疾的乾元丹。好，太好了，朕的身体从未如此舒畅过。父皇，儿臣一直以你为目标，如今苍穹之上治好了儿臣的顽疾，又赐下1年风调雨顺，儿臣定要励精图治，开疆扩土，创造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盛世。朕要超越你。这小子看来是真的要青出于蓝了。观音壁，你放心，等到朕上榜之时，朕定要求得神药，治好你的气疾。朕要你陪着朕，亲眼看着智儿，亲眼看着我大唐的盛世。兰亭集序真迹，这可是父皇最爱的书圣至宝，当年还是朕偷偷从父皇那里换来的，也只有这天下第一行书，才配得上陆先生的恩情。朕李治愿将兰亭集序真迹敬献于陆离先生，以谢再造之恩。尊敬的陆离先生，唐高宗李治的打赏已收到。兰亭集序真迹，李二凤找了一辈子，最后被儿子陪葬的宝贝，居然到我手里了。穹隆，这玩意儿的价值太大了，老规矩，帮我处理了。钱嘛，随便给几十个亿就行，剩下的价值你看着办，继续投到国家科技里去，给我把核聚变技术往前推一大步。指令收到。剩余价值将用于启发龙国顶尖科学家，确保在5年内完成可控核聚变技术的重大突破，资金即将到账。第8名都这么劲爆，该轮到第7位了。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7名。彪儿，你给咱记住了，这天下是咱提着脑袋一刀一伤打下来的。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7名，大明王朝第3位皇帝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老四，他怎么当上皇帝的？彪儿呢？咱的彪儿呢？传，立刻给咱把太子朱标还有燕王朱棣都给咱叫过来，快！奴才领旨。彪儿的身体一向不好，难道真的出事了？可就算是彪儿不在了，也该是允文继位，怎么会轮到老四？造反！他敢造反！说起永乐大帝朱棣，就不得不提他那堪比小说主角的位面之子光。他是龙国大一统王朝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藩王造反成功的皇帝。成功的皇帝。然而，朱棣能成功，除了他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外，更离不开天命的眷顾。而这所谓的天命，对他的父亲洪武大帝朱元璋而言，却是生命中最沉痛的打击。朱棣能继位，首先
是因为那位他于宅心仁厚、众望所归的大哥皇太子朱标，将不幸英年早逝。彪儿，咱的彪儿，你不能死啊！不仅如此，朱棣能登顶权力之巅，还因为他另外2位能征善战的兄长秦王与晋王，也将在朱标之后相继去世。这使得北方的藩王势力中，燕王朱棣一家独大。父皇，儿臣。彪儿，咱的儿，你不会有事的，对不对？爹一定能救你。苍穹之上，陆离先生，只要能救咱的儿子，咱朱元璋这条命，这大明江山，都可以给你们。然而，抛开得位的争议不谈，永乐大帝朱棣究竟为大明、为华夏立下了何等不朽的功业？评价一位帝王，最终要看的还是文治武功。永乐大帝朱棣虽得位不正，但他所缔造的永乐盛世，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远迈汉唐。文治上，他下令编纂《永乐大典》，汇集古今7、8千种图书，是世界公认的古代最大百科全书，为华夏文明的传承立下不朽之功。他力排众议，迁都北京，自此天子守国门，将帝国的统治核心直接置于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前线，这是何等的雄心与气魄！好一个天子守国门，这朱棣有胆魄，比那宋朝只知南迁的皇帝强了何止100倍。天子守国门，朕也要如此。朕要亲率大军收复燕云，将国门重新立于长城之上。武功上，他5次御驾亲征漠北，将曾经横扫欧亚的蒙元帝国打得分崩离析，彻底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大明国威，将华夏的文化与影响力远播海外。明确向大明朝贡的国家多达30余个，真正做到了微服四夷，万国来朝。我朝国士之尊，超迈前古，岂欲北辱西藩，南倒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税国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这小子又提和亲的事儿。陛下，事实证明，拳头硬才是道理。结盟怎么了？朕那是为了日后灭了他们做的准备。永乐大帝的功绩毋庸置疑，但他那名垂千古的七下西洋，真的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吗？其背后又隐藏着何等致命的战略疏忽？敲打一下是必须的，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大明风骨。不过，朱老四这七下西洋，确实是赔本赚吆喝，必须得给他指条明路。永乐大帝朱棣犯外。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每一次出动都要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这的确宣扬了大明国威，让万国来朝，极大地满足了永乐大帝的雄心。但这种朝贡贸易本质上是一桩赔本买卖。我们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人家进贡一头长颈鹿，我们回赠的丝绸、瓷器、金银价值100倍于此，这换来的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天朝上国之名。赔本买卖，朕是为了宣扬国威，岂能用金钱衡量？宣扬国威没有错，但方向错。朱棣，你的眼光应该往东边看一看。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这些身高5尺、状如侏儒的东洋倭寇，正在悄然做大。他们不断骚扰我大明沿海，劫掠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派郑和远赴西洋，向诸多国力微弱的海外邦国彰显大明威仪，却忽略了近在咫尺，日后将持续侵扰大明海洋的海外隐患。这是何等巨大的战略失误！倭寇，这些东洋蛮夷，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放！朱棣，改变你的航向吧，将你那天下无敌的宝船舰队开向东洋，不要再去西洋搞那些华而不实的朝贡了，用你的铁与血
将那些倭寇的脊梁彻底打断，让他们世世代代都活在对大明的恐惧之中。这，才是真正为华夏立下的不世之功。传旨，命郑和立刻停止远洋出海的一切准备，将所有远洋宝船改装为海域战船，朕要东征异域。陆离先生说的对，宣扬国威当用敌人的鲜血来铸就。哼，区区倭寇也敢犯我大明天威，朕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帝王一怒，血流飘橹。历史10大帝王第7位，永乐大帝朱棣。纳忠言，改航相，为华夏除百年之患，得苍穹之上认可。永乐大帝朱棣特赐下奖励3种：其一，大明全境风调雨顺2年；其二，建文帝朱允文的具体踪迹；其三，高产神物玉米。亩产1000斤，这怎么可能？是蛋，不是金吧？神物，这才是真正的神物。若朕有此物，大汉何愁民力不济？蒙产1000斤，若是有此物，朕的甄嬛之治，怕是能让天下百姓家家有余粮。好，太好了！风调雨顺2年，还有允文的踪迹，还有这亩产1000斤的玉米。苍穹之上，陆离先生，朕朱棣拜谢大恩。陆离先生，苍穹之上如此大恩，朕无以为报。金银俗物，想必先生也看不上眼。朕愿将未来修成的全套永乐大典作为谢礼，敬献于先生。此书集我华夏万古之智慧，虽此刻尚未成书，但有苍穹神力，想必可为先生取得。尊敬的陆离先生，永乐大帝朱棣的打赏已收到，全套永乐大典副本。永乐大典，这玩意儿不是大多都毁于战火了吗？是的，主人。居然能弄到全套的，小仓，这可是国之重器，真正的无价珍宝。老规矩，送给国家博物馆，多余的价值你看着办。哦，对了，多余的价值给我把航天技术点满，5年内我要看到载人登月。将在5年内启发龙国科学家完成载人登月及建立月面基地的技术突破。前7波都盘点完了，该轮到第6位了。这位皇帝嘛，功绩没得说，但他的八卦可比功绩有意思多了。在盘点这位帝王之前，我们得先聊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位让一夫一妻这4个字破天荒的与皇帝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的奇女子。又是一位权势滔天的皇后，这第6位皇帝，难道也是个妻管严？这位皇后看起来可不像观音碧那般温婉，能让开国之君都为之一夫一妻，手段必然不凡。乖乖，这年头厉害的女人怎么这么多？先有武则天，现在又来一个。她是终结了华夏近400年分裂乱世的伟大君主，她是建立了被誉为华夏第2帝国的煌煌大学的开国之君，她就是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一位功绩被严重低估的伟大帝王，他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使华夏重归一统。此等再造山河之功，彪炳千古。他恢复汉家衣冠，拨乱反正，重新奠定了华夏正统。可以说，他是华夏第2帝国的真正奠基者。终结400年乱世，恢复华夏正统，单此2项功绩位列第6，实至名归。哼，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天下。不过能结束那段黑暗岁月，也算他有本事。只是离家出走实在是太丢人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雄主，在后宫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妻管严。他的皇后独孤伽罗不仅与他并称2圣，共同临朝，更是在私生活上将他管得死死。陛下，
你我约定，此生你我之间不能有其他女人，更不能与其他女人生下子女。伽罗放心，朕发誓，此生唯你一人。然而誓言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一日，隋文帝偶遇前朝重臣尉迟迥的孙女，一时心花怒放，便将其宠幸。独孤皇后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她趁着文帝上朝，直接派人将那位小美人活埋了。文帝得知后十分生气，但还是舍不得怪罪皇后，竟独自策马离宫出走。这皇帝不当也罢。幸亏高景、杨素等大臣策马狂追20多里，连哄带劝，才把这位闹别扭的皇帝给劝了回来。或许很多人觉得一位惧内的皇帝难称英雄，但你们可知，在他登基之前，中华经历了怎样一段堪称神州陆沉的黑暗岁月？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国力内耗，因五胡乱华，我华夏百姓沦为胡人奴隶，被肆意屠戮，甚至被当作两脚羊充当军粮，无数典籍被焚毁，文明几乎断绝。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难。两脚羊，岂有此理！这些蛮夷竟敢如此辱我华夏子民！朕只在史书中见过记载，未曾想竟是这般惨烈。咱就知道这些胡虏没一个好东西。咱当年驱逐蒙元，恢复华夏，就是不想再看到这等惨状。他下令恢复汉家衣冠，拨乱反正，重新奠定了华夏正统。他对外击破突厥，被北方各族尊为圣人可汗，结束400年乱世，恢复华夏正统，仅此2项功绩，位列第6，实至名归。之前倒是朕小看他了，圣人可汗，不错，有几分朕当年的风采，能从那样的黑暗时代中将华夏拉回来，此人的功绩不容小觑。这杨坚确实有几分本事，再造华夏之功，足以让他名垂千古。然而杨坚对华夏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还开创了一项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的制度。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帝王，他所建立的煌煌大隋，却和另一个伟大的帝国一样，仅仅只存在了2代便轰然崩塌。在隋文帝之前，朝廷选官用人采用的是9品中正制，这导致上层官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寒门子弟永无出头之日，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化局面。隋文帝力排众议，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从此天下英雄尽入无故中矣。这一制度为后世所有大一统王朝沿用上千年，直到封建时代终结。好一个科举取士！这杨坚虽然在许多事上糊涂，但仅凭开创科举这一项，便足以让后世所有帝王都承他的情。若我大宋早有科举，何愁不能人才辈出？范青、包青这等贤才，也能源源不断地为国效力。开皇之治，文治武功，彪炳千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却和历史上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大秦一样，都逃不过2世而亡的魔咒。2世而亡，朕的大秦亡了？怎么会？为何会如此？陛下息怒。陛下，此必有内情。陛下，陆先生的视频定有深意，或许只是一个警示。隋朝亡于其子杨广之手，那朕的大秦呢？亡于谁手？是扶苏吗？他有那么无能吗？还是朝中有奸佞作祟？朕的大秦，朕的万世基业，绝不能2世而亡，绝不！朕一定要得到那长生不老药，只要朕在，谁也休想毁了朕的大秦！朕的大隋国力鼎盛，万国来朝，怎么可能在朕手中灭亡？这个叫陆离的，是何方妖人，竟敢如此咒朕？陛下息怒，这或许只是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他敢说朕是亡国之君，朕就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帝王一怒。传旨给朕查，把这个陆离给朕救来，朕要将他凌迟处死。陛下，广儿他
真的会？不，朕绝不会让此事发生。广儿心性不定，好大喜功，更不能继承大统。来人，传旨，命晋王杨广即刻前往并州，总管并州军务。无朕的诏令，永世不得不返回京城。陛下英明，只是太子之位。永儿仁厚，却也软弱，同样非帝国之主。此事，朕自有决断。看来，隋文帝已经吸取了教训。那么，在揭晓这位再造华夏的伟大帝王的之前奖励，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播放一段番外小视频。这皇帝当得太憋屈了。陛下，您别跑了，皇后娘娘也是一时气话，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她计较了。是啊，陛下，您要是真不当皇帝了，这天下可怎么办啊？朕就是心里苦啊。历史10大帝王第6位，隋文帝杨坚。番外视频播放完毕。其再造华夏之功，开创科举之德，得苍穹之上认可，特此降下奖励。拜托了，一定要有能解决大隋继承人危机的奖励。朕不能让大隋二世而亡。苍穹庇佑，请赐我大隋一位真正的明君圣主。隋文帝杨坚特赐下奖励3种：其一，大隋全境风调雨润4年；其二，可保夫妻2人一生无病无灾的乾元丹2颗；其三，能让皇后诞下一位天雄众星之子的送子观音柳枝1根。送子观音柳枝，竟然能直接赐下一位天选之主。若朕有此物，若朕能有一位天选之子，大秦何愁不能万世永昌？直接送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这苍穹之上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匪夷所思了。智儿虽好，但若是能有一个天选之子，谁不想要？夏洛，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送子观音柳枝，天选之中星之主，我们的儿子。陛下，我大隋有救了。好，太好了！苍穹之上，陆离先生，朕杨坚代大隋万民拜谢大恩。前5名的盘点，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这第5位嘛，争议不小，但功绩绝对够硬。而且他的出现，绝对能把祖龙气个半死。在盘点这位皇帝之前，先问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出身能决定他的终点吗？这位皇帝会告诉你，不能。他出身草莽，好酒极色，3分醉意，晕染眉梢，看似是个泼皮无赖，却最终登上95至尊的宝座。他便是终结了始皇帝创下的大秦帝国，并一手开创了长达400年晃黄大汉基业的开国之君，人类历史上最有远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5名，大汉王朝开国皇帝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终结朕的大秦，刘邦！赵高，给朕滚进来！陛下，传朕旨意，以朕的始皇帝之名，通令全国，彻查天下所有名为刘邦之人，遵旨。无论其身份，无论其老幼，给朕全部找出来！朕要将他罪尸万段！哈哈，夫人，你看，咱就说这榜单上必有咱老刘一席之地吧。第5名，不错不错。陛下倒是得意，也不看看那始皇帝的反应。他怕是已经下令要将全天下的刘邦都杀光。怕是他找不到。再说了，咱现在叫刘季，可不叫刘邦。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得益于汉初3杰，其中功劳最大的莫过于兵仙韩信。然而，这位为大汉立下不世之功的绝代名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唏嘘。据史书记载，汉高后吕雉将在未来设计将韩信骗入长乐宫中，用竹竿将其活活捅死。什么？芝儿，你要杀韩信？你疯了不成？完了，这下全完了。韩信那小子本就不是个安分的主，现在知道了自己会被咱老婆弄死，他要是不反，咱把名字倒过来写，这可如何是好？陛下何必如此惊慌？视频说的是未来的事，未必会发生。再者说，韩信功高震主，实有不臣之心。陛下难道就没想过要除掉他吗？朕是想过，但不是现在，更不是用这种方式。长乐宫、中室、竹竿，原来我韩信为陛下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换来的竟是如此下场。陛下、皇后，
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将军，陛下与皇后如此不仁，我们何必再为他卖命？如今天下未定，将军手握重兵，何不自立为王，与那刘邦、项羽三分天下？自立为王，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自古帝王皆如此。只是这刘邦的皇后手段未免太狠了些。咱早就说过，这些手握重兵的武将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刘邦还是不够狠，咱就不一样了。要咱说，在他风无可封的时候，就该直接找个由头给杀了，哪还有后面的事儿？汉高祖刘邦，番外王道与霸道，得民心者如何得天下？给刘邦一点压力是必须的。不过，在看他怎么处理家务事之前，还是先讲讲他为什么能赢吧。毕竟跟项羽比起来，他赢的确实有水平。刘邦为何能战胜神勇千古无二的西楚霸王项羽，绝非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从一开始，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截然不同，一个走的是得民心的王道，另一个走的却是失民心的霸道。刘邦率先攻破秦都咸阳，面对秦宫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无数美貌的宫女，他下令封存府库，无耗财，不贪色，更是对关中父老约法3章。父老们苦于秦朝苛法久矣，今日我刘邦与父老约法3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到抵罪，其余秦朝苛法一概废除。妇人之仁，区区贱民，何须如此笼络？待我攻入咸阳，定要将那阿房宫付之一炬。我们再来看看，比刘邦晚一步抵达咸阳的项羽又是如何做的。烧杀抢掠，残暴不仁。项羽的所作所为，让他彻底失去了关中百姓的民心，一个得民心，一个失民心。胜负的天平在这一刻早已悄然倾斜。项羽虽有霸王之名，然仁而爱人，此妇人之仁也。于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弯臂，忍不能语，此所谓匹夫之勇也。项羽看似勇猛，实则优柔寡断；而刘邦看似无赖，却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至理。项羽必败，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赢得了最重要的东西——民心。陆先生说的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刘邦看似无赖，却有大智慧。咱也是从百姓里出来的，最懂这个道理。谁对百姓好，百姓就跟谁走。这姓项的小子脑子里全是肌肉，活该他输。历史10大帝王第5位，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番外视频播放完毕。其开创大汉基业，得民心而得天下，得苍穹之上认可，特此降下奖励。来了，咱的奖励终于来了，让咱看看能给点啥好东西。其一，大汉全境风调雨顺10年。其二，赐予刘邦本人100年寿命。100年寿命，这刘邦的运气也太好了。100年，真能再活100年，真能当100年的皇帝。陛下，100年，100年寿命，刘邦就凭他一个泼皮无赖，一个窃取了朕大秦江山的贼子，凭什么他能得到100年寿命？朕不服，朕不甘心，朕才是千古一帝，朕的功绩远胜于他，朕也要上榜，朕要长生不死。陆离，苍穹之上，你们听到了吗？寇可往，朕亦可往。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名。在盘点这位帝王之前，先回顾一段屈辱的历史。汉初，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匈奴，却被围困于白登山7天7夜，最终靠着向单于聂氏行贿才得以脱身。此为白登之围，乃大汉开国之初最深的耻辱。这个当年是咱大意了，没有闪。自此之后，大汉为了休养生息，不得不采取和亲纳贡的政策，以女人和财物换取边境暂时的和平。这份屈辱整整持续了70年，直到一位伟大的帝王横空出世，他用一生洗刷了这份长达70年的耻辱。他用铁与血告诉世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和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朕亦可往。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名，大汉王朝第7位皇帝，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好，
好一个寇可往，朕亦可往。这刘彻有朕当年的气魄，刘邦那厮生了个好重孙。哈哈哈哈！说得好，这才是帝王该有的样子。对外敌就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刘彻对朕的胃口。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他彻底改变了汉朝对匈奴的防御姿态，转守为攻。他北伐匈奴，将曾经不可一世的草原霸主打得远遁漠北，哭喊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他开拓西域，打通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他南平两越，东定朝鲜，将大汉的版图扩张到了极致，奠定了后世华夏疆域的基础。是他用赫赫武功彻底洗刷了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是他让大汉的国威远播四夷。汉武帝的功绩绝不仅仅是开疆扩土、洗刷耻辱，他最伟大的贡献是为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注入了永不磨灭的灵魂。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我们是齐人，是楚人，是燕人，是赵人。我们有无数个名字，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始皇帝用强权将我们捏合在了一起，称我们为秦人，那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但大秦二世而亡，这个名字也随之烟消云散，我们又变回了一盘散沙。直到汉武帝的出现，是他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对外胜利，用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宣言，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而响亮的名字——汉。我们的民族是汉族，我们说的语言是汉语，我们穿的服饰是汉服，我们写的文字是汉字。这个汉字从此便刻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从精神上彻底统一了华夏吗？这刘彻确实做得比朕更彻底，将国号化为民族之名。汉武帝真雄主也，朕的大唐是否也能有此荣耀？陛下，您听到了吗？那位汉武大帝正是您的曾孙孝武皇帝刘彻啊！什么？你说他是咱的曾孙？千真万确，陛下，他是您的后人，那是咱刘家的血脉，是咱大汉的延续。好啊，好一个朕的曾孙！哈哈哈哈！朕后继有人了，朕后继有人了呀！穷兵黩武，巫蛊之祸，轮坛罪己诏。陆先生，这巫蛊之祸究竟是怎么回事？朕竟会因此滥杀大臣王子？汉武大帝番歪，帝王晚年的恐惧与救赎。帝王未必没有感情，但帝王的感情从来不可靠。对于汉武大帝这样震古烁今的帝王，晚年的猜忌与恐惧，险些让他亲手葬送了一切。随着年岁渐长，他对长生不老的渴望也愈发强烈，而这种渴望被奸臣所利用，最终酿成了滔天大祸——巫蛊之祸。征和2年，汉武帝已年近70，体弱多病。奸臣江充等人诬陷太子刘据以巫蛊之术诅咒陛下，意图谋反。太子殿下，陛下正在养病，不见任何人，您还是请回吧。我有天大的冤情要向父皇禀报，你这阉人，给我让开！太子殿下这是要硬闯吗？莫非真如江充所言，您要造反？沟通的渠道被切断，误会越来越深。太子刘据走投无路之下，只能起兵自保，诛杀江充。然而，这正中奸人下怀，坐实了他谋反的罪名。一场由奸臣导演的冤案，导致太子、皇后双双殒命，数万人受到牵连。直到1年后，刘彻才幡然醒悟，将参与构陷太子的人尽数诛灭，并修建私狱宫，追悼自己枉死的儿子。又是宦官乱政，又是父子相残，这套路与朕推测的大秦灭亡何其相似！赵高，陛下，奴才对大秦忠心耿耿啊！咱就知道这些阉人没一个好东西。老四，你给咱记住了，以后要是当了皇帝，敢重用宦官，咱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儿臣遵命。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一生最大的污点，但这位伟大的帝王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征和4年，汉武帝下达了龙国历史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罪己诏。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日有伤害百姓、
迷废天下者，悉罢之。一份罪己诏，宣告了他晚年国策的彻底转变。敢于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份勇气又有几位帝王能够拥有？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位，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番外视频播放完毕，其奠定华夏版图，铸造民族之魂，又勇于罪己，得苍穹之上认可，特此降下奖励。太子，魏太后，朕绝不会让那样的悲剧发生。苍穹之上，请赐予朕弥补过错，让大汉强盛不衰的力量吧。汉武大帝刘彻特赐下奖励3种：其一，大汉全境风调雨顺10年；其二，赐予刘彻本人200年寿命；其三，神级高产作物土豆种子及种植方法，亩产可达3000至5000斤。200年寿命，还有亩产数千斤的神物。刘彻，刘邦的重孙，好得很。亩产3000斤，这是何等神物？若我大唐有此物，何愁不能开创万世基业？10年风调雨润，200年寿命，土豆，亩产3000斤。亩产3000斤，有了此物，我大汉子民将再无饥饿之忧。朕北伐匈奴，再也不用担心民力耗尽了。朕对得起天下的百姓了。陆离先生，苍穹之上，朕刘彻代大汉亿万子民谢过大恩。自此刻起，盘点进入前3甲，这3位是屹立于龙国数千年历史之巅，真正意义上的巅峰王者，他们的功绩将由整个天地共同见证。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3位，大唐帝国。第2位皇帝，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是朕，居然是朕！第3名，朕居然是第3名！哈哈哈哈！观音壁，你看到了吗？是朕位列第3！哈哈哈！朕就知道，朕的功绩绝不输于任何人。恭喜陛下，陛下文治武功盖世无双，位列第3，实至名归。大唐兴盛，天下兴盛。有了这榜单认可，看天下谁还敢说朕得位不正？看那突厥蛮夷还敢不敢小觑我大唐？唐太宗李世民，第3名吗？哼，有点意思。且让朕看看，你究竟有何等功绩，竟能排在汉武帝之前？咱就知道这榜单上必有李二凤。好，这家伙确实有本事。父皇，是父皇，父皇位列第3，我就知道，父皇的功绩足以彪炳千古。论文治，他开创贞观之治，为后世向往；论武功，他是皇帝中的战神，战神中的皇帝。若论军事才能，李世民在龙国数千载帝王之中，堪称独一档。伟人曾评价，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他是天生的战神。李世民一生征战，战必胜，攻必取，大唐的半壁江山都是由他亲手打下，而最能体现他军事才能巅峰的，莫过于虎牢关之战。此战兵力差距近30倍，所有人都认为李世民必败无疑，但他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李世民小儿欺我太甚，全军出击，给朕踏平他们！面对敌军的倾巢出动，李世民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抓住了战机。他轻率玄甲军绕到敌军背后，直插窦建德的中军大旗。玄甲军随我破敌，今日便要一战擒双王！
一战攻城，李世民以3500人大破10万敌军，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此时他年仅23岁。3500对10万，一战擒2王，此等战绩，堪比白起、王翦。这李世民确实是个将才。好小子，打得好！这仗打得连咱都觉得痛快。这李二凤确实有2把刷子。漂亮，太漂亮了！此等以少胜多、直捣黄龙的战法，深得兵法精髓。这李世民若为将，必是与我一般的兵仙。虎牢关之战只是李世民辉煌战绩的缩影。登基之后，他更是开创贞观之治，万国来朝，大唐的文化制度被周边各国争相学习，尤其是东边的一个岛国。李世民一生英明，但在对外交流上却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纵容来自倭国的遣唐使在长安肆意学习大唐的一切，他以为这是宣扬国威，却不知自己亲手喂养了一群白眼狼。李世民，你看到了吗？这些被你当作仰慕者的倭人，他们将大唐的一切都学了回去，然后用你教给他们的东西磨砺了獠牙，反口咬向了他们的老师。1000年之后，这群由你纵容的白眼狼将在你的土地上屠戮千万同胞。他们制造的杀戮比五胡乱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份血债，李世民，你虽非始作俑者，却难辞其咎。一派胡言！不，这不是真的。区区倭国蛮夷，一群目猴而观的侏儒，他们怎敢如此？陛下，冷静，这只是后世之事，现在还未发生，我们还有机会改变，改变？如何改变？朕竟亲手喂养了一群畜生，一群吃人肉喝人血的畜生！来人，传朕旨意，立刻封锁鸿胪寺，将所有在长安的倭国使臣、留学生全部给朕抓起来，一个不留！将幕后黑手揪出来，朕要亲自审问，朕要将他们凌迟处死。又是外族之祸。这李世民治国尚可，看人却不明，对这等蛮夷只知施恩，不知立威，该杀！咱就知道这些倭寇没一个好东西。老四，听到了没？以后别跟咱提什么下西洋宣扬国威了，给咱把船开到东洋去，把那些倭寇给咱杀干净，一个不留。父皇放心，儿臣明白。待儿臣登基，必先灭倭国。看来太宗皇帝已经知错了，养虎为患，终被虎伤。这个教训，希望所有帝王都能铭记。当然，人无完人，功是功，过是过。李世民一生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个最大的污点，那便是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退位，这确实是他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但是，一个帝王的评价，不应只看他如何上台，更要看他上台后做了什么。正是这位背负着兄弟鲜血的帝王，开启了龙国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时代——贞观之治。他又是如何从一个得位不正的篡位者，成为一代圣君的呢？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的污点，却也是大唐的转折点。李世民登基后，深知自己得位不正，若不能励精图治，做出一番功业，必将被天下人唾弃。陛下此举不妥，若长此以往，必失民心。卫青所言有理，是朕思虑不周。他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创造了君明臣直的政治佳话。他以隋王为鉴，时刻警醒自己。有一次，他问身边的大臣：“隋文帝秦纣为何齐国2世而亡？隋炀帝残暴，朕引以为戒，但为何
天下百姓最终选择的是朕，而不是其他藩王。陛下，此乃天命所归。天命即是民心。朕常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如水，君主如舟。水能安安稳稳地拖着舟前行，也能掀起滔天巨浪，将舟彻底打翻。隋炀帝便是前车之鉴，他视百姓为草芥，滥用民力，最终被百姓的怒火所倾覆。朕若不爱惜百姓，下场亦会与他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朕似乎明白了什么。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咱就是从水里出来的，最懂这个道理。谁不把百姓当人，百姓就让他当不成皇帝。这李二凤虽然杀了兄弟，但脑子是清醒的。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刻的民本思想，李世民才能开创贞观之治。他轻劳薄赋，与民休息，让历经战乱的华夏大地迅速恢复生机。他选贤任能，不计前嫌，即便是太子已建成的旧部魏征，也委以重任。他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将一个分崩离析的天下重新带回了强盛与荣耀的巅峰。他所缔造的盛世大唐，成为了后世无数华夏儿女心中永远的精神故乡。唐太宗番外，千古第一贤后长孙皇后上。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这句话用来形容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再合适不过。长孙皇后是妻子，是知己，更是李世民一生的灵魂伴侣。观音壁，你看，陆先生也知道你的好，朕就知道，朕的观音壁是天底下最好的皇后。陛下又取笑臣妾了，臣妾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哪有陆先生说的这般好？不，你在朕心中，比这视频里说的还要好上10000倍。朕能有今日，一半的功劳都属于你。长孙皇后的贤德不仅体现在辅佐君王，更体现在危难关头的果断与勇气。在决定大唐命运的玄武门之变中，她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兵变前夜，李世民虽然决心已定，但毕竟是弑兄杀弟，内心同样充满了挣扎与不安。而他麾下的将士更是对前途感到迷茫。诸位将军，秦王府的存亡，大唐的未来，皆在今日一战。今日是死是活，就看这一仗了。妾身一介女流，不能与诸君并肩杀敌，唯有在此为诸君壮行，请满饮此杯。此战我与诸君同生共死。王妃放心，有您这句话，末将万死不辞。王妃亲临战场，我等士气大振。在那个男人主宰的血腥战场上，长孙皇后的出现如同一剂最强效的强心针，瞬间稳固了军心。长孙皇后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这不是李世民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个秦王府的战斗。如果说玄武门之变展现了长孙皇后的勇，那么李世民登基之后，他所做的2件事，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智与德。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是凌烟阁24功臣之首。贞观元年，李世民感念其功劳，欲任命他为宰相，但没想到却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推辞。无忌，你随朕征战多年，劳苦功高，这尚书右仆使之位，非你莫属。谢陛下隆恩。然而，这个任命却遭到了长孙皇后最激烈的反对。陛下，臣妾听闻您要任命兄长为宰相，此事万万不可。观音壁，为何？无忌有才干，有功劳，当宰相有何不妥？陛下，臣妾既已身处宫中，位极至尊，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形成外戚势力。
汉朝吕后霍光之祸，便是前车之鉴。陛下切不可重蹈覆辙，请陛下收回成命。李世民并未听从，但长孙皇后并未放弃，她转而找到兄长长孙无忌，命他主动请辞。最终，李世民无奈，只得作罢。为了国家大局，不惜牺牲自己家族的利益，这种胸心与远见，遍观龙国几千年后宫，能有几人做到？霍光、长孙皇后所言不差。朕死后，霍光虽有定策之功，但也专权多年，险些动摇我大汉江山。这长孙皇后比朕的钩弋夫人看得更远。长孙皇后的智慧不仅体现在防微杜渐，更体现在对君臣关系的巧妙调和上。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又一次顶撞了李世民，让他下不来台。弃杀朕也！这一次，李世民真的生气了。朕迟早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观音壁，你这是做什么？臣妾听闻君明则臣直，如今魏征敢于直言进谏，正说明了陛下的圣明。臣妾特来为陛下贺喜。哈哈哈哈哈！观音壁说的对，是朕糊涂了。有魏征这样的征臣，是朕的福气，也是大唐的福气。一场足以引发君臣猜忌的风波，就被长孙皇后用如此智慧的方式，4两拨千斤的化解了。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对于李世民而言，长孙皇后是他一生的光，然而，这的光却在他生命中最需要的时候，过早的熄灭了。长孙皇后自幼便患有气疾，常年受病痛折磨。在玄武门之变和辅佐李世民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她耗费了太多的心血。贞观8年，更是因一场突发事件，不顾自身病重，深夜追随护驾，导致病情加重。观音壁，你感觉怎么样？太医都死哪儿去了？陛下，莫要动怒。臣妾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生死有命，非药石所能及也。太子李承乾请求大赦囚徒，为母亲祈福，被他坚决阻止。他甚至不许李世民为他遍求天下名医，只因不想耗费国力。这位贤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依然是国家，是他的夫君。贞观10年6月，长孙皇后病入膏肓，药石无医。她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将李世民唤到床前，留下了最后的遗言：陛下，臣妾自知不久于人世，有几句话，还望陛下牢记。陛下，观音壁，你别说傻话，你不会有事的，朕不许你有事。请陛下继续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房玄龄是能臣，望陛下善待。臣妾兄长无忌为外戚，万不可授以大权。臣妾此生能伴君左右，一世无憾。陛下，臣妾曾发誓以死相随，此生臣妾做到了。黄泉路上，臣妾先走一步。不，这不是真的。观音壁，你不会死的，朕绝不让你死，绝不！陛下，臣妾舍不得你，舍不得承乾和智儿他们。番外视频播放完毕。历史10大帝王第3位，唐太宗李世民，得琼林赞扬，特赐下奖励。苍穹之上，陆离先生，求求你们，一定要有能救观音壁的奖励，只要能救他，朕愿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历史10大帝王第3位，唐太宗李世民，其开创贞观之治，奠定盛唐之基，功盖千秋，得穹隆认可，特赐下丰厚奖励。此次奖励分为固定奖励与自选奖励。固定奖励为大唐全境风调雨顺20年，赐予李世民本人500年寿命。自选奖励如下，请太宗皇帝在其中选择2种：一、神级作物土豆、红薯足量种子及种植方法，亩产均可达3000斤以上；二、神级丹药以益共生丹，服用此丹可与心爱之人绑定，同生共死，双方以寿命最长者为最终寿命，且一方若非寿终正寝而亡，
另一方可以微小代价将其复活。3. 终极道具绿帽王冠，复活前太子李建成，可获得此冠，戴上此冠可获1000年寿命，但所有与你有关的女子都会爱上别人。4. 特殊道具阿蛮快乐椅，任何女子坐上此椅都会变成魅力十足的人妻，对有特殊爱好君主有奇效。阿芒快乐椅，苍穹之上，何不将此物直接赐予我？我愿用半壁江山来换。比翼共生丹，同生共死，以寿命最长者为准，复活，这简直就是为我和观音壁量身定做的神药。甄选第2种，比翼共生丹。甄选比翼共生丹。太宗皇帝已选择比翼共生丹，尚可再选其一。甄选第1种，土豆和红薯。选择完毕，奖励即刻发放。观音壁，我们有救了，我们再也不用分开了。陛下，臣妾说过，此生能伴君左右，一世无憾。不，朕要你陪朕看尽这大唐的万里江山，500年、1000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观音壁，快，我们服下他，朕再也不要承受失去你的痛苦了。陛下，我们真的能永远在一起了吗？能，一定能。陆先生和苍穹之上定不会欺骗朕。陛下，臣妾的气急好像全好了，身体从未如此轻盈过。哈哈哈哈哈！好啊！朕也感觉年轻了10岁。陛下，你要做什么？陛下三思啊！诸位不必惊慌，朕只是想试试这灵丹究竟有多神奇。疯子，竟拿自己的龙体做实验。乖，这李二凤对自己是真狠呐！胡闹！身为帝王，怎能如此轻贱自身？哈哈哈，成了，真的成了！观音壁，你看到了吗？朕受伤，你却能为朕疗伤，我们真的性命相连了。陛下，您吓死臣妾了。不过这神药之效，当真不可思议。陆先生与苍穹之上，赐朕与皇后500年寿命，更使我夫妻2人比翼共生，此等恩情，重于泰山。朕若不献上最珍贵之物，何以表达朕的感激之情？陛下圣明，不知陛下意欲敬献何物？朕要敬献传国玉玺。陛下，万万不可！传国玉玺乃国之重器，象征华夏正统，怎可轻易送出？舅兄此言差矣。何为正统？朕在，大唐在，便是正统。区一块玉玺，岂能比得上我大唐的万世基业？陛下说的是，玉玺虽重，但若能以此表达对陆先生的谢意，换来大唐的强盛，亦是值得。哈哈哈哈哈！知我者，观音壁也。陆离先生，朕李世民愿将此华夏重器敬献于您，以表朕的无上敬意，请先生笑纳。尊敬的陆先生，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传国玉玺1枚，已存入您的空间，请问是否提取？什么？传国玉玺？李二凤这么大方？我的天，这就是真正的传国玉玺！这要是拿出去，整个世界都得疯了。小仓，这宝贝的价值无可估量，我不要钱了。你帮我把它所蕴含的价值，全部用来推动我们龙国的科技发展。陆先生高义，请问您希望具体投入哪个领域？可控核聚变。我希望在5年之内，看到我们龙国彻底掌握这项技术。指令收到，正在转化传国玉玺的因果价值，预计可在5年内帮助龙国科学家完成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全部研发。
好，太好了，这才是国之重器真正的用法。有这样一个朝代，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好惊人的杀气！这股气势比朕当年玄武门之变更要浓烈100倍。究竟是何等人物，才能拥有如此杀意？看着天地异象，第2名帝王的功绩与杀伐，恐怕远超我等想象。有意思，这股杀气竟让朕也感到一丝兴奋。此人必是一代铁血雄主。朕的霸气源于威加四海，一统天下，而此人的杀气却更像是从尸山血海中一步步爬出，对天下一切不平事的滔天之怒。有趣，真是有趣。有这样一个朝代，中期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有这样一个朝代，其国家首都可以设在直面敌人的前线。有这样一个朝代，其末代皇帝面对亡国之危亦可恣意殉国，留下任贼分裂镇师，误伤百姓一人的绝笔。煌煌大名，赫赫威仪，这就是根植于这个王朝骨血之中的骄傲与不屈。是咱的大明，咱的大明居然有如此风骨，好啊！不愧是咱老朱家的天下。重八，您听到了吗？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才是咱们汉家儿郎该有的气节。咱就知道，咱建立的大明绝不会是宋朝那样的软骨头。只是这第2名会是谁呢？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父皇，您看到了吗？儿臣迁都北京，亲守国门，正是继承了您的遗志。我大明必有人能登榜前3。历史10大帝王第2位即将揭晓。龙国历史上下5000年，真正的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最终登临帝位的唯有一人。他的开局是一个破碗，他的结局是一个国家，从一个乞丐到一个和尚，从一个和尚到一个皇帝。历史10大帝王牌匾第2位，大明王朝开国皇帝太祖高皇帝洪武大帝朱元璋。上榜理由：驱除胡虏，再复华夏，史上出身最低，功绩最伟之开国皇帝。是咱一个要饭的泥腿子，也能排在第2。重八，你看到了吗？你的功绩得到了天地的认可。你不是什么泥腿子，你是咱大明，是这天下百姓的英雄。英雄说得好，咱就是英雄。咱要让这天下的百姓再也不用像咱当年一样饿到吃草根树皮。父皇位列第2，实至名归，儿臣心服口服。开局一个碗，竟能打下一个大一统王朝。朱元璋，朕佩服。以布衣之身行开天辟地之伟业，刘邦与你相比都稍逊一筹。朱元璋，好一个洪武大帝。元朝末年，神州陆沉，胡虏横行，汉家百姓沦为4等贱民，命如草芥。正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这时一位出身赤贫的布衣英雄横空出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他朱元璋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率领义军北伐中原。他手下的徐达、常遇淳等不是名将，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攻克元大都，将丢失了400余年的燕云16州重新纳入华夏版图，汉魂复苏。崖山之后无华夏，朱元璋用他的铁拳告诉世界，只要汉魂不灭，华夏便永远屹立不倒。然而，这位将百姓视若珍宝的皇帝，对待另一个群体，却使用了龙国历史上最酷烈、最血腥的手段。他发明的刑法，足以让所有时空的官员闻之丧胆。朱元璋出身赤贫，父母皆为官吏逼迫，
活活饿死。因此，他平生最恨的，便是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登基之后，他以雷霆之势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晃古摄今的反腐风暴。他颁布了史上最严酷的大告，明确规定，凡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一律杀无赦。60两，咱当年要是有60两，咱爹咱娘就不会饿死。来人，给咱剥了他的皮！而他的刑罚更是残忍到令人发指。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数十种酷刑，专为贪官量身定做。洪武一朝因贪腐而被处死的官员高达15万之众，整个官场为之一空。这朱元璋手段也太过酷烈了，虽是为惩治贪腐，但如此滥杀，恐怕会动摇国本啊！以杀止杀，终非长久之计。对付这些蛀虫，就该用此雷霆手段。法就是要严苛，杀一儆百，方能天下清明。咱杀错了吗？咱没杀错。这些狗官不把百姓当人，咱就让他们做不成鬼。户部尚书私下里卖官鬻断，咱就把他给剐了。咱就是要让天下所有想当官的人都记住了，在大明想贪污，就先想想自己的皮还在不在。父皇，如此刑罚，是否有伤天和？妇人之仁，彪儿，你给咱记住，你以后当皇帝可以行仁政，但那是因为咱已经帮你把天下的恶人都杀光了。对这些畜生仁慈，就是对百姓残忍。洪武大帝，番外，咱的彪儿。在冷酷的铁血帝王面具之下，朱元璋首先是一个父亲，他将自己一生的柔情与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了一个人身上，他的嫡长子太子朱标。彪儿，抓住他，给咱紧紧地抓住他。父皇，这藤条上全是刺，儿臣无处下手啊！不敢抓是吧？看爹抓给你看！父皇，彪儿，现在你可以拿住他了吧？这藤条就是爹留给你的权杖，爹要帮你把这上面的刺全都撸干净了，这样你用起来才顺手啊。彪儿，你还记得吗？咱当年就是这么教你的。咱这辈子打天下，杀贪官，就是为了给你铺路，让你能安安稳稳地当一个人君呐。父皇的苦心，儿臣一直都明白。朱元璋深知自己杀戮过重，所以他将朱标培养成了一个与自己截然相反的储君，宽厚、仁慈、爱民。他希望自己做那个唱白脸的恶人，让儿子去做那个受万民爱戴的圣主。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彪儿，你给咱挺住！咱已经让太医院把所有好药都拿来了，你不会有事的，咱不准你有事。父皇，您别为难太医了，儿臣恐怕不能再为您分忧了。咱的彪儿，咱的好大儿啊！你不能死，咱不让你死，谁敢让你死，咱就诛他10族！父皇，儿臣不孝，让您伤心了。番外视频播放完毕。历史10大帝王第2位，洪武大帝朱元璋，得穹隆赞许，特赐下奖励。苍穹之上，陆离先生，求求你们救救咱的彪儿！只要能让彪儿活下来，咱愿意付出一切，咱的命，咱的江山，咱什么都可以不要。历史10大帝王第2位，洪武大帝朱元璋，其驱逐胡虏，再造华夏，功高盖世，又父爱深沉，感天动地，特赐下奖励。此次奖励并非固定，乃是根据洪武大帝心中最大的执念，划为2种选择，请朱元璋在其中选择其一。选项1，复活太子朱标。选择此项，你最心爱的儿子朱标将彻底痊愈，从此百病不侵，长命100岁，继承你的大统。选项2，百官行述，一本记录大明所有官员过往今生一切贪腐罪证的神器。持有此书，天下贪官无所遁形，助你打造一个绝对清廉的万世王朝。若是朕
会选百官行术，帝王伟业当以江山社稷为先，私情终究是小道。父爱如山，朕能理解他的选择。若是朕为了观音壁，同样可以不顾一切。江山没了可以再打，但真爱之人只有一个。哼，没有百官行术，咱照样杀。天下之大，难道还缺想当官的人不成？杀光了，自然就没人敢贪了。咱选第一个，咱要咱的彪儿活过来。什么狗屁神器，都比不上咱的彪儿一根头发。苍穹之上，咱选朱标。竟真的可以复活死人，改变历史。好，好啊！这位洪武大帝总算不用再承受丧子之痛了。大哥复活了，也好，也好。大哥本就比我更适合当皇帝，只要大明强盛，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父皇，您总算能得偿所愿了。父皇，儿臣不孝，让您担心了。咱的彪儿，咱的好大儿，你没死，你真的没死，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让我们共同迎接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1名。历史10大帝王即将揭晓最后一位，他是华夏大地上第1位皇帝，他是皇帝这个名号的开创者，他为后世2000年的封建王朝定下了最根本的框架与制度，他的功绩万古不朽。是他了，普天之下，唯有他配得上这第1的宝座。千古一帝，当之无愧。咱就知道这第1除了他没别人，咱不如他。朕一生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但若无他奠定之基业，朕的功绩已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第1，朕服。朕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陛下万岁！大秦万岁！陛下之功，震古烁今，万世不朽。1名，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他结束了自春秋以来500余年的战乱纷争，将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重新捏合。他废分封，立郡县，奠定了华夏2000年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将一个文化制度各异的广袤土地真正锻造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万里长城，为华夏民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朕这一生总算没有白费。陛下之功，震古烁今，万世不朽。恭贺陛下荣登帝王之首。评判一位帝王的功绩，要看他对后世的影响。从这一点上说，秦始皇无人能及。其一，一统天下，结束战乱，他让华夏大地从永无休止的内耗中解脱出来，这是他一切功绩的基础。其二，书同文，他让思想与文化的传播第一次跨越了地域的障碍。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传承不绝，统一的文字居功至伟，此乃文明之基石。其三，车同轨，这不仅是交通上的便利，更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的飞跃。政令与军队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达全国，此乃国家之血脉。其次，统一度量衡，这让国家的税收与经济管理第一次有了精确的标准，此乃帝国之根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帝王，他的帝国却仅仅存在了短短15年。
他本人也背负了2000年的骂名。为什么？接下来，番外视频将为我们揭示那光芒万丈的千古一帝背后，无人能懂的极致孤独。15年，陆先生是说，强盛至此的大秦，竟2世而亡，这怎么可能？隋文帝开创的大隋也同样是2世而亡，难道强大的开国之君，其后代都守不住江山吗？咱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2世而亡，始皇帝雄才大略，咱自愧不如。可他选的继承人，难道是个废物不成？想知道为什么？原因之一，便是其统治的残酷性。为了统一思想，他采纳李斯之策，焚书坑儒。天下敢有藏诗书100家语者，悉役守卫，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其二，滥用民力，严刑峻法，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不知天下疲弊，南戍五岭50万众，血流飘杵，关中之民被征发者10之7、8，刑法严苛，一人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得救。当一个帝国的子民活在恐惧与劳苦之中，听不到任何希望时，他们除了揭竿而起，还有别的选择吗？是啊，民心向背才是根本。朕当年入关中，约法3章，正是吸取了始皇的教训。过冈易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看来朕也要引以为戒，不可过度意识民力。是这样吗？是因为朕太过严苛，才导致大秦2世而亡。可是，若不行雷霆手段，如何镇服那6国余孽？如何将一个分崩离析的天下牢牢凝聚在一起？暴政固然是秦王的诱因，但它并非最直接、最致命的原因。真正让大秦帝国万劫不复的，是一场发生在始皇帝驾崩之后无人知晓的阴谋与背叛。接下来，番外视频将为我们揭示那光芒万丈的千古一帝背后最黑暗的真相。小仓，把为祖龙准备的最后一份番外视频放出去吧，标题就叫《沙丘绝唱：大秦覆灭的惊天阴谋》。系统指令接收中，指令收到，视频正在上传并全时空投影。始皇37年，南巡途中，始皇帝嬴政染上恶疾，自知大限将至，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一封遗诏，传诏召公子扶苏回咸阳，主持朕之丧事，以兵属蒙恬，大秦的未来就交给他了。这封诏书本该决定大秦帝国的未来，然而他却落入了一个最不该得到他的人手中，宦官是赵高。公子，陛下已崩，遗诏却要立扶苏为帝，您甘心吗？可那是父皇的遗命。遗命？如今陛下已死，这天下谁的拳头大，谁说的话就是遗命。李斯丞相，您说呢？丞相大人，您可想清楚了，扶苏素来与您不和，更与大将军蒙恬亲近，若他为帝，蒙恬必为丞相，您还能有今日的地位吗？你这是大逆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丞相，只要您与我合谋，拥立胡亥公子为帝，您依旧是百官之首。我们只需见诏，赐死扶苏与蒙恬，大事可成。赵高、李斯，还有你，胡亥，你们竟敢！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这都是污蔑，是那陆离对奴才的污蔑呀！公子扶苏为人仁孝，他接到父皇赐死的诏书，虽心有疑虑，却不愿违逆父命，悲愤之下拔剑自刎。大将军蒙恬察觉到其中有诈，拒不赴死，却被夺去兵权，囚禁起来，最终被逼服毒自尽。至此，大秦帝国最坚定的守护者与最合格的继承人全部陨落。赵高与李斯的阴谋再无阻碍，他们拥立胡亥登基，视为秦2世。扶苏，我儿，你为何如此愚钝？
为何不等到真相大白？然而，胡亥的登基只是赵高篡权之路的开始。为了测试朝中大臣谁是自己人，赵高导演了一出流传千古的闹剧。陛下，臣为您献上一匹千里马。丞相，这不是一头鹿吗？诸位大人，你们来说说，此为何物？回陛下，丞相所言极是，这确实是一匹神骏的千里马。不，此等宝马世所罕见。丞相，这明明是一头鹿，何来马之说？好，很好，陛下，看来有些大人眼神不太好，竟连鹿和马都分不清了。这便是指鹿为马。经过此事，朝堂上下再无人敢违逆赵高之意，秦二世胡亥彻底沦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被架空的胡亥在赵高的唆使下，比其父更加残暴。最终，陈胜吴谷广与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苦秦久矣的怒火彻底爆发。最终，赵高逼死胡亥，意图自立为帝，却众叛亲离。子婴继位，设计诛杀赵高，但为时已晚。不久，刘邦大军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大秦帝国享国15年就此覆灭。杀！好，杀得好！对付这等奸佞小人，就该如此。无需多言，弹指间便让他人头落地，这才是帝王手段。好果决的杀心！面对颠覆自己帝国的罪魁祸首，竟能冷静至此，始皇帝当真恐怖如斯。尘埃扫清了。陛下，陛下饶命！臣是一时糊涂，受了那赵高的蛊惑啊！父皇，父皇，儿臣错了，您饶了儿臣吧。将李斯打入天牢，听候发落。至于胡亥，剥去公子身份，发往皇陵，终生为朕守灵，不得踏出一步。历史10大帝王，第1名，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其功盖3皇，德高5帝，得穹隆无上赞许，特此降下最终奖励。历史10大帝王盘点至此完结。第1名，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乖乖，这排场，俺那100年寿命跟这比起来，简直就是毛毛雨啊！朕的500年寿命加上可选奖励，已经觉得是天恩浩荡，可与始皇这最终奖励相比，也是萤火与皓月之别。800年寿命，咱已经很满足了，但咱还是想看看，这第1名究竟能得到何等逆天之物。第1名奖励，其丰厚程度将远超尔等想象。其一，赐予始皇帝嬴政1000年寿命，此寿元将化为始皇不灭丹，服下此丹，1000年之内百病不侵，青春永驻，直至寿终。1000年，整整1000年，朕的200年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1000年岁月，足以让一个王朝从建立走向鼎盛，再从鼎盛走向千秋万代。其二，赐予始皇帝嬴政21世纪完整世界地图1幅，此图囊括全球所有大陆、海洋、山脉、河流，并标注所有国家、民族、矿产与资源分布，此乃征服世界之无上宝典。世界地图，21世纪。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吗？朕的天下，朕的大秦，与这广阔天地相比，竟不过是沧海一粟。古之圣贤的认知，竟是错的。我们所处之地，竟是一个悬于空中的球体。如此广袤的土地，如此之多的国家，我大秦的铁骑竟还未踏出这亚洲一隅。原来世界如此之大。陛下，此图乃是神物，
他为您，为整个华夏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户。乖乖，这世界上竟还有这么多咱不知道的地方，咱一直以为咱大明就是天下的中心了。哈哈哈哈！好一个世界地图，好一个广阔天地。朕之一生，总以为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便是功业之顶峰。今日得见此图，方知朕之眼界何其狭隘。苍穹之上赐予朕1000年寿命，朕要让这天下万族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秦人。陛下万岁，大秦万年，陛下之志，臣等必将誓死追随。我嬴政的命运从来只握在自己手里。陆离先生，朕嬴政得先生厚爱，获此长生之躯，见此广阔天地，再造之恩无以为报。朕思来想去，金银俗物不足以表朕心意，唯有我华夏传承数千年之至宝，方可匹配先生之功。传朕旨意，开启宗庙，将大禹所铸之九州鼎请出。陛下，万万不可！九州鼎乃我华夏气运所系，自夏商周3代传承至今，乃国之正气，怎可？丞相差矣，何为气运？朕在，大秦在，华夏的气运便在。区区9尊铜鼎，岂能比得上朕为华夏开辟万世基业的决心？朕嬴政将以这万里江山为鼎，以这四海八荒为铜，为我华夏铸就一尊永恒不灭的无上神鼎。陆离先生，朕大秦始皇帝嬴政，愿将此华夏至宝九州鼎献献于您，请先生笑纳。尊敬的陆先生，秦始皇嬴政见谢上古至宝九州鼎一套，已存入您的空间，请问是否提取？什么玩意儿？九州鼎？祖龙疯了吧？这玩意儿也敢送？这就是真正的九州鼎。这要是被外界知道，恐怕就不是派几个师来保护的问题了。小苍，这宝贝的价值无可估量，我只有一个要求，把它蕴含的所有价值全部投入到我们龙国更深远的未来科技中去。陆先生高义，请问您希望投入哪个领域？曲率引擎和空间跃迁技术，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我们龙国的飞船遨游在星辰大海。指令收到，正在转化九州鼎的因果价值，预计可在50年内帮助龙国科学家完成曲率引擎的理论突破与实验模型。好，这才是我华夏至宝该有的样子。众将士都尝尝，这就是苍穹之上赐予我大汉的神物土豆，亩产数千斤。陛下，此物软糯香甜，十分果腹。有此神物，我大汉军士再无粮草之忧。陛下，粮草充足，士气高昂，正是我大汉对匈奴发动总攻的最好时机。说得好，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到朕这一代必须彻底洗刷。朕不要漠南无王庭，朕要的是这片草原再无匈奴。取兵，朕再给你20万大军，朕命你与卫青兵分2路，对匈奴发动一场灭国之战。臣领旨，此战不灭匈奴，誓不还朝。观音毕，朕这些天一直在想陆先生视频里说的话。陛下是在想那倭国之事？不错，一群不知礼数的蛮夷，一帮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竟敢在后世屠戮我1000万华夏同胞，此仇不报，朕寝食难安。朕已得长生，有的是时间，朕不能让这隐患留给后世子孙。传朕旨意，命李靖为征东大元帅，苏定方为副帅，集结大唐所有水师，打造巨舰。朕要在大唐的海图上看到一个名为倭奴州的新疆域。陛下圣明，对付这等豺狼，唯有雷霆手段，方能使持敬畏。彪儿，你看这个浙江布政使，竟敢上奏说地方遭了水灾，请求减免税赋。咱看他就是想中饱私囊，依咱的意思，直接拖出去剥皮食草。父皇息怒，儿臣看过地方志，
浙江沿海一带，今夏确有数场暴雨，引发洪涝。这位布政使素有清明，想来不会欺瞒圣听。父皇，惩治贪腐固然重要，但不可一概而论，滥杀无辜，否则只会让天下官员人人自危。儿臣以为可先派御史前往勘察，若实有灾情，当开仓赈济，以安民心。好啊，咱的彪儿果然是天生的人君，就按你说的办。郑和，朕命你组建的宝船舰队准备的如何了？启禀陛下，一切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扬帆起航，远赴西洋，宣我大明国威。不，计划有变。陆先生的视频你们也都看了，一群将要为祸我华夏1000年的倭寇就在此处。宣扬国威不差一时，但清除昼夜之患刻不容缓。朕命你舰队转向，目标东洋倭国。朕不要你的朝贡，也不要你的奇珍异宝。臣领旨。陛下圣明，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将士们，自我朝立国以来，燕云16州，便如一把尖刀，日夜悬于我大宋头顶。100余年来，我等忍辱负重，岁币纳贡，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敌人的得寸进尺。如今苍穹之上降下国魂，唤醒了我等的血性。朕今日便要与诸位将士一道，御驾亲征，北伐契丹，收复燕云。犯我大宋者，虽远必诛。将士们，随朕杀！此子乃是苍穹之上所赐，是天选的中兴之主，是我大隋未来的希望。而你杨勇，身为太子，却奢侈无度，沉湎女色，毫无储君之德。朕将大隋交到你手上，不出10年，必为杨广的逆子所趁，最终落得个2世而亡的下场。父皇，儿臣知错了，求父皇给儿臣一个机会。机会？朕给过你太多机会了，但你让朕失望透顶。陛下，不必与他多言，天命已定，大隋的未来不在此人身上。传朕旨意，太子杨勇德不配位，即刻起废为庶人，囚于东宫，终生不得外出。父皇，朕今日便立此天选之子为新太子，有他在，我大隋必将国祚延绵，万世永昌。陛下圣明，大隋万年。陛下，您当真一点都不急吗？那苍穹之上的视频，可是将韩信的结局昭告天下了。急什么？朕如今有的是时间，100年寿命足够朕熬死他们所有人了。可韩信手握兵权，又有兵仙之名，若他此刻生了反心，我大汉危矣。夫人说的对，朕刚刚得此神赏，险些忘了这茬。不过，朕既已知道结局，又岂会让他如愿？你去把萧何、樊哙给朕叫来，再传旨，命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即刻入宫觐见，就说朕要论功行赏。臣韩信参见陛下。臣等参见陛下。三位爱卿，快请起。今日召你们前来，是朕要好好感谢你们为我大汉立下的汗马功劳啊！把你们这样的人才一直留在京城，实在是屈才，太屈才了。朕决定加封韩信你为齐王，10邑72县，即刻前往临淄，为朕镇守东方。彭越，朕封你为梁王，定都定陶。英布，你仍为淮南王，但朕将把九江、庐江数郡尽数划归你的封地。陛下这是何意？这是以空间换时间之计，想把我等调离权力中心，再慢慢图之。臣谢陛下天恩，陛下圣明，臣领旨谢恩。好，你们都是朕的肱骨之臣，大汉的江山离不开你们的守护。即日启程，莫要耽搁。陛下，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夫人多虑了，他们是虎，可朕是能活100年的老龙，把他们放到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朕有的是时间和办法，
将他们的爪牙一个个拔掉。韩信啊，韩信，朕的100年寿命就是悬在你头上最锋利的剑。慢慢来，咱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众卿，朕自服下苍穹神药，顽疾进去。朕日夜思量，陆先生的视频中言，我大唐之版图在朕手中将达到顶峰。朕以为此乃天命，陛下龙体康健，乃我大唐之福。不知陛下有何规划？吐蕃狼子野心，近年屡屡犯我边境。父皇在时，多有忍让，但如今，朕为天子，断不能容此蛮夷在我大唐卧榻之侧酣睡。父皇的功绩，天可汗的威名，朕素来敬仰，但朕不想只活在父皇的光环之下，朕要超越他。朕要让这天下人看看，我李治同样是一位能开疆拓土的铁血帝王。陛下圣母，吐蕃地处高原，易守难攻，我军远征，粮草后勤，乃是重中之重。媚娘所言正合朕意。李绩、苏定方听令。臣在。朕命你2人即刻起操练兵马，整备器械，待明年开春，朕要亲率大军西征吐蕃。朕要将大唐的龙旗插上那罗歇城的城头。臣等遵旨。此战必不负陛下所托。启禀陛下，自苍穹之上赐下风调雨润神恩，我大清各地都是100年不遇之大丰收，国库之中存银已逾5000万两。好，好啊，国库充盈，百姓安乐，朕心甚慰。陆先生的视频中说，朕为父皇收拾了一个烂摊子，如今有了这笔天降的财富和民心，朕的改革再也无人可以阻挡。传朕旨意，炮声堆宫之策即刻在全国推行，告诉那些地方官，别再想着从中渔利。朕还要设立军机处，严查贪腐，那些盘踞在朝堂之上吃味素餐的硕鼠，朕要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揪出来。父皇，您看到了，有了这神迹效助，儿子不仅能守住这江山，更能将它治理成真正的康乾盛世。谁能想到，几个月前，我还是那个住在昏暗出租屋里，为了几百块激励奖金熬夜剪视频的穷小子。现在，这些钱对我来说，好像真的只是数字了。刘邦这个狡黠之徒，玩起空间换时间的把戏，果然得心应手。韩信他们，怕是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不是输给了阴谋，而是输给了时间。李家父子俩，一个要平定1000年之患，一个要超越父辈功绩，都够疯的。朕的天下。众将士，随朕收复燕云！这些被我魔改过的超级帝国，如果有一天他们互相碰上了，会发生什么？